因为我觉得华人青年，华人很多懒嘢。啱咪嚟咯，唔啱我哋幫佢唔到噶嘛。他们会哪一个餐饮或者什么？有跟鱼聊天的吗？我不管，我给钱你了，所以你要立刻马上找一张椅子给我坐。服务业者是那群默默奉献的人群，每逢假日的到来，他们总是看着别人开心的度过，而自己却默默守在岗位，服务着大家。那在这微笑行业的背后，究竟隐藏着多少辛酸和泪水呢？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，让我们去问问那些你好奇却不敢问服务业者的问题吧。你觉得这一行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？最辛苦的应该就是过年期间，或者讲说特别节日才最忙哦。然后过年期间也说就是也回不了家，就是要从早忙到晚。最辛苦其实最主要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吧。大家就觉得钱好像看很多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颈椎啊、脊椎啊，这种都是一个很吃力不讨好的一个東西。擔抬啦，起屋啊，起屋啊咁你咪賣機嘅咩？你起咩屋？你講最辛苦嘅嚟講係擔抬最辛苦嘅啦。睇我哋做嘅手指都全部爛嘅，斬雞啊，有血有汗呀。时间占罢了我们很多时间，很难陪到家里人啊，还有孩子那些咯。就忙起来咯，忙起来的话会，对，有跟鱼聊天的吗？没有啦，跟鱼玩哦。他们会听人讲话的吗？其实有人会这样讲啦，可是你要跟那个鱼相处过后，你觉得他会听得懂，他就会听得懂哦。我了解鱼有耳朵了吗？鱼有耳朵吗？最辛苦就是说没人买咯，这生意不好了。这行最辛苦就是时间啊，因为我们做饮食业，无论做厨房还是做外面都好，是吗？我们是用很长时间面对客人哦，因为就是我们做餐饮业的跟那个做客服的差不多，就是每一天都要面对很多奇奇怪怪的客人啊，工作本身非常辛苦啊，面对客人可能更辛苦一点。你们觉得你们这一行容易入门吗？容易做吗？蛮容易入行的，其实就是考试，然后跟中学没有什么差别。考试拿 cert， 然后过后实习，然后过后就可以入行了。要入门是很容易，可是做长不长久还是要看有没有兴趣。不是这样讲啦，你要会做啦，不是很容易做的问题，有点恐怖这样子啊，因为这个是有些是拜鬼啊，拜那些东西的。这入行是很简单的，看起来就很简单但是当你做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是很难。很容易啊，现在很难请人啊。为什么现在这样难请人？就是时间上哦，它占罢很多我们的时间，然后我们需要长期一直站啊，还有我们要吸很多那种 chemical 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啊。年轻人都大概不大喜欢进这行了。以前我们是为了谋生，对吧？很多人为了谋生没有东西做，没有读过书，所以才进这行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很多行业都可以做，所以我是说，现在如果要入行的，真的是要很有兴趣。总之，你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，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入职。你神经要细、要小、要细心，但是你同时心脏很强大，这样子。你是做一个火锅店吗？当然啦，你以為你那個是很出名嘅火鍋店啊。OK， 好多人講服務業啦，個薪水越嚟越高，你認唔認同？沒有起過啦，不是高較低啦，這些東西通通都起掉了。做餐飲業那些啊，他們的那個薪水比較高，到現在。餐飲業，我覺得也不是啊，會嗎？唔認同，因為馬來西亞銀紙細咗好多，大家負擔好多，又要供車供屋啦，自己嘅食嘅嘢啦，係好辛苦嘅。所以而家薪水嚟講，一個月有3000啊，唔係好理想嘅嘢。Depends on 你自己的一个努力啦，就是比如说，如果你的团建很多啊，或者是你在 peak period 的时候，就是很好行情的时候，你建很多团的话，那么当然相对的你的薪水就会更高一点。会啊，为什么？服务业基本上它是蛮缺人手的假日也没有休息啊，周日也是有开啊，对，就这样。以老板的身份呢，你觉得请员工的薪水是不是要给高一点？他们值得这个价钱的话，我很愿意给。而且如果他们这样子会更有动力，待得更长久的话，我觉得我是很乐意给他们越来越高的薪水，因为他们的努力是值得的。depends 看你能力到哪里啊，但对我来讲，我觉得现在的服务业来讲，他们确实很辛苦的，但是薪水其实真的没有到很高，所以高不高其实根本就是其次，depends 看你的抗压力到底有多么的强哦。就是你请不到人，所以你们这一行的工钱才会调高，去吸引更多人来加入。不止这个服务了，很多服务都是很难请人嘛，所以我觉得工钱上很多都有一些调整啊。其实我觉得还好
没有讲差很大。因为如果是说你打工的话，其实他们大概的价位工 basic 都大概是可能就是1000多到2000，主要是要靠 commission。其实也有提高啦，相比我们以前，但是我觉得也是不会提高很多。坦白说也不会提高很多。我觉得这个越来越高是应该的。如果你做餐饮业哦，你要拿很少的薪水啊，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哎。就是你去做工哦，等于折磨你的精神，就连续8个小时你不能休息的，然后你还要见到那些你不想见到的人，讲一些你不想讲的话。你觉得做你这一行有没有 life？ 有休息啦，只是说你要挑那个时间来休息咯。好像现在要过年了，是旺季是不可以休息。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很心理不平衡？人家在过大日子，你却在工作。已经习惯了啦，这个做这个行业是这样子的，没有选择的。过完年才来休息了。不会啊，不会。你最重要要去平衡啊，在一个不喜欢的工作上，无论是什么工作，你都会觉得没有 life 啦。因为我喜欢这份工，我也不会讲没有时间啊。是因为老板在隔壁你才这样讲是吗？没有啊。有什么不满你可以说出来的。假日很少啊，时间工作很。的确是没有 life 的啦，但是 depends 看在于那个工作的性质哦。但是对我来说，现在这个世界人开心就好，做得不开心，宁愿不要做，宁愿不要拿到工钱去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。多少有时候也是会想念家人呐、或者是有一些可能看到家人一团，或者是情侣出来玩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讲说自己蛮孤单的。可是后来你拿到薪水的那一瞬间，又不会这样想了啦。是认同啦，可是我可以去接受这个东西。当我开始选择我要做这美业这个行业的话，我就知道这一个路就是这样子了。你要选择你去接受，你就不要去complain 讲我没有 life 还是什么，到最后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 balance 掉它啦。你喜欢大日子吗？就是很多人的时候。对啊，喜欢。为什么？反而你忙，你时间过得更快啊，你不会讲在店不懂要做什么，无所事事。我还是享受每一个假期，因为假期越多人啊，这样自然我们可以找的commission 会更多咯。你试过做到最晚是做到几点？试过最晚好像是做到凌晨1点吧，就是真的是从早做到晚上，然后吃也没有时间，这样早餐也没有吃，到我晚上8点我才吃到早餐了。然后当时你的感受有没有觉得我很累了，我不要做了？肯定会有这个想法啦，真的是做美发真的不容易啊。当然只是比较忙一点的，但是最主要就是那些顾客很老实这样讲啊，做服务业，你说每个人都会有脾气嘛，因为有一些餐饮业真的是太忙啊，没有理到，其实真的很正常。如果你讲说之前最讨厌可能就是倒数吧，一般人在倒数我在工作啊，一倒数的时候就像什么一倒数的时候就特别多人，然后你根本就出不去，就是你放工过后，你也待在那边，可能到1、2年才回到家。唯一我是觉得是新年呐，因为只要一新年的前夕的话，我会很紧张跟压力，因为我们都会把那个客人排到比较满一点，然后最怕是遇到客人迟到，因为如果他一迟到，他会影响一整天的那种安排了的。我曾经试过我一天做8个，8个很少啊。因为 average 一个客人要2个小时，我还有预算。总之那种节日都很不啊，尤其是华人新年啊，因为我觉得华人新年华人很多蓝眼。之前有做一个日式烧烤店，在这个日式烧烤店里面呢，有一桌华人在新年的时候来用餐。我新年做工已经很 back 了啊，因为我们是不能给外带食物的。我跟你们讲一下为什么不能外带，因为你那个外带食物带进来，你吃了中毒是算我们店的，这个是 law。有一次哦，他们就带一个肉上来，他们吃完烧烤了哦，要带肉上来肉。在漏的时候呢，我就出去制止他，因为全店只有一个华人，我就出去制止，我就讲不要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边是不给外带食物的，然后他就骂我。他骂你什么？他骂我，他讲哦，在我新年这个日子少带他的信，他讲我不要给他漏上，就是阻止他发财。你们有没有遇过一些奥客？其实这个地区呢，算是华人最多的，然后也算是中上级的人比较多，中上级的人比较多嘞，奥客的就是很多的啦。政府说要买东西要用不要用纸袋，要环保袋，然后你们就要带环保袋嘛，然后他又不要带，然后我们的纸袋就是要charge2毛錢的，他就跟你吵架啦，2毛錢跟你吵架。佢中意平㗎嘛，所以我哋價錢咁幫佢啱咪嚟咯，唔啱我哋都幫佢唔到㗎嘛，因為銀紙就係細咗。
係咪啱冇？你 shopping centre 都好，5針你都係俾啦，你唔俾你過唔到關啦，啱冇？就係咁啦。其實真的很多哎，就是明明他看到的東西，他還要問哦，就是怎麼說，就是東西已經在那邊了，秀美給你看，然後你還要問東問西，我就覺得，棒，你還好嗎？怎麼了？沒事吧？你們東西是不是新鮮啊？我講說，我先做給你看哦，我先吐了，我就先種給你看那個樹好嗎？你都看得到嘛？我們的都是開放式啊，你就看得進去就是有啊，就不要問了，因為我們也忙，後面也有人。好像每次他們來染色啊，尤其是白頭髮很多的，每當他們蓋了白頭髮，3個星期他就扣我，還講，誒，你的顏色掉色了啊，這些啊。其實所謂的掉色是屬於我們本身的自然的頭髮生出來了，所以那白頭髮走出來，他覺得我們的顏色又掉色了啊。有些客人會只不過他們會拿一個蒼蠅或者什麼，他放在手上。有，如果那個顧客會用這樣的東西，他就會講啊，我只是要免費，我不夠哦，你們要給我多點東西咯。有這樣子的，特別這個東西會發生在。印象深刻的是那時候就大概的那個團應該是30到40個人左右，我就帶着一班的人在排隊，在某一個 counter 那邊在排隊要做一些東西，就突然間有個 uncle 跑來跟我講，他講說。你看，因為我找你，所以變成現在我的位置被人家搶走了。你現在可以馬上立刻幫我找一張椅子給我坐嗎？然後過後我就跟他講說，安哥，我也沒有椅子坐嘞，你先給我一點時間，你的朋友還沒有做好，我們很快的，我們的朋友一做好了過後，我們就馬上送你去房間休息 ，OK？ 然後那個安哥講，我不管，我給錢你了，所以你要立刻馬上找一張椅子給我坐。OK。對。我遇到過一個客人，他要做的一個款式叫貓眼，然後他有很多種洗法的，然後主要是我就跟着圖片的東西做回一模一樣給他，但是每做一隻貓眼的時候，他都要求我怎麼去洗，每一隻手指都要給他看他了才 approve， 他才可以。哦，你有這個東西，我才可以去照燈什麼，畫一個線啊，我都要粗細都要經過他的同意。這個是唯一一個我是覺得非常非常 OK 的一個客人。從此以後我不敢做他了，因為那時候是疫情，這東西是必須要記錄的。我們要叫他，不好意思先生，你可以，就是我們在準備你的食物，但是你等下要進店了，所以你可以下車先去填一下你的資料嘛。但是他下車就填了一個完全不會是電話號碼的號碼，我就講他在玩我 ，OK， 不用緊，我就走出去，我講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再填多一次嗎？他跟我講 OK， 不用緊，我等下去填啊，你不要一直來叫我哈。拿食物去給他的時候，他車已經開走了，看到他填的還是亂碼，怎麼你們要這樣子？怎麼你們就是不要配合一下我們的工作？我不是講種族歧視還是什麼，但是我覺得有人對吃的東西真的是有自己的見解。我們來一個辣的鍋，連這個辣的鍋呢，他就講不夠辣，我們就只能照流程給他加辣，然後加了辣他也不滿意，加了很多次啊，每次加都是很濃的那個醬，然後倒下去在他面前加給他看的，他一直跟我們講不辣，加了3、4次過後，他突然間跟我講。你們這個鍋哦，它不辣的我覺得我吃到今天吃到這樣很不開心，可以不收錢嗎？他整個桌子的食物都已經吃完了，我講這樣子不收錢，然後看就拿他的那個點單看一下，已經400多塊了，講然後他就一直吵要免單，他講他在我吃的我沒有這樣不辣的。他講我們的配方有問題還是什麼，然後他講如果你今天不免單的話，他就講要告我們店還是什麼曝光我們店啊。他講他們會有這個規矩的，哎呀，他沒有聽過這種不好吃不退錢的道理，不好就去店外面等，然後叫我們幫他打包好剩下的食物，還要打包？對，叫我們打包剩下的食物，然後過後他在那邊扣好半天，下一個女的進來給錢。你們有什麼話想跟一樣是做服務業的人說嗎？我覺得啦，就是說你做人要開心一點啦。不要執着了，你不執着，你開心一點，那些人跟你吵，這樣子去傲慢也沒什麼啦。你開心，你很快就過了，沒事啊。大家努力啦，俾心機啦，到一日要好嘅，就係咁啦。加油，你們的努力會有收穫的。有些東西可以忍則忍哦，但是不能忍的話，其實是可以發洩的。對於我來講說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壓力。如果別人不能理解你，很多時候發洩也是件好事來的。等一下，你的發洩是要發洩在顧客身上還是什麼？發洩的意思是絕對講說，如果是別人的錯，不要把所有事情攬在自己身上，因為對你自己也不好。既然他不能理解，有時候安靜的
离开也是件好事来的。如果我们既然现在已经选择了服务业，就是已经走到一半，或者是你不想要换其他的行业还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就继续走下去吧。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是难的。不要管那 OK， 保持好自己的能量，不要被他们影响，然后相信自己，坚持自己所做的东西。然后我相信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，总有一天你可以很容易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，所以加油！加油，各位宝贝们！我知道你们在这个行业受尽了很多非人的屈辱。你们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折磨之后你们的 bank account 的那个数字会增加的，所以你们不要那么的就是痛苦啦。一个星期 off 一次的 day 最好是吃一次好吃的东西犒劳一下自己啦。对，让自己不要那么照顾身体啦，照顾身体健康。所以我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龙马精神啊，恭喜发财，萬事順利，永遠青春。OK， 祝你揾到女朋友。新年快乐，2024年发大财！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！最重要是身体健康，有病就看医生哈。我的意思是，真的是有生病就去看医生哦，不是那个意思哈。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然后祝你们身体健康最重要，然后永远保持你们的青春美丽。新的一年2024年，祝大家顺顺利利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不管有在工作还是没有在工作，你新年新希望，这样大家新的一年也希望所有的不好的事情也已经过去了，也不能回头嘛，所以我们就展望未来，加油！好的，问了那么多位服务业者呢，我发现有些人乐在其中，而有些人呢却过得生不如死。我非常明白他们的感受，因为每位服务业者呢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，默默的为你们服务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体谅他们，互相尊重，尤其是在农历新年的期间千万不要为难彼此，这样大家才能够发大财啊！你说对不对呢？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记得私聊 SS Noodle， 在这里祝你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过个美好的龙年，拜拜。